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完整的三则自制龙的完整攻略。整个视频长话短说，可暂停，不懂的评论区问。这个视频可以一直用到进龙之国，建议收藏。进泽国之前，不用囤经验和小推车，溢出的经验不会消失，小推车已经产出的装备也不会因为你进了泽而改变。每日的免费2小时需要等你进阶后101级再使用，这样小推车有几率爆泽装。普通玩家抽遗物可以考虑蓝色抽泽、紫色抽3、金色以上，继续补全森，具体看自己的补全程度，通常82%以上收集率就可以换下一个了。泽9开3转，所以除了骑士，其他职业都等到3转再抽技能。不要想着靠果实爆金遗物，平民老老实实用果实开自己需要的蓝色遗物，克劳则在泽国选一个你要的遗物开，保证果实能开出泽商店的货币。泽国5个装备，从紫色品质开始，都有几率出翻倍和升华词条，分解的时候要注意。翻倍能让你再开一次最终奖励，独立计算，所以会出现碎片加金或者双金，甚至困难双红。双红几率大概为0.004到0.008，升华会把层变金，金变红。如果爆金整装的几率是2%，那升华成红的几率就是2%，这是升华几率，所以通常层变金比较多。进泽前一天购买2次副本宝箱机会，但不实用。进泽后就可以领取4次宝箱，再加上当天购买的2次，总共6次。普通好打，主要是打困难。碎片前3天不卖，第4天考虑卖。大佬可以考虑碎片全卖，然后远水开之前去拍卖行买成装，会便宜很多，大约1件装备只需要300耀星。厉害点的玩家建议凑全套金装，为了是尽可能早的打远水的噩梦。普通玩家建议凑金，因为远水门槛95万，如果你在远水开的第1天没能打到门槛，那么将会直接影响你之后的整个进度，极大概率发生黄泉开了3天了，你却摸不到门槛的情况。在大陆，通常第一波金能卖1500耀星，有翻倍升华的金可以卖到2500耀星。遗迹整体不难打，任何位移技能都很克制甲虫武士。远水大赦是整个 S1 赛季最重要的点，会直接影响之后的打本以及最终赛季评分的进度。同样的，远水开的前一天囤宝箱次数。远水副本的第1把不开宝箱，先看你能打到什么程度。能打困难就开困难宝箱，因为有几率爆红；能打噩梦就打噩梦，因为有红碎片。噩梦尽可能打到 A 再开宝箱。远水大赦普通门槛93万，困难门槛146万。噩梦门槛205万，远水普通不难，随便打，主要是困难。对于普通玩家来说，自强困难并不容易。尽可能困难打到 A 再开宝箱，为的是赌0.9%的爆红。远水的节奏比遗迹快，所以等碎片降价的时候，通常黄泉都开2天了。普通玩家必须保证黄泉开之前能有205万战力。因为如果你没法在开远水的3天内打到困难，那么后续极有可能能出现大部队都在打黄泉，没人和你组队远水的情况。
中氪玩家需要保证黄泉开之前至少有全套金，或者说尽可能达到310万战力，这样可以尽早打黄泉噩梦。因为黄泉结束以后，会有大批玩家为了冲赛季评分购买红碎片和装备，是一个赚晨星的好机会。大佬可以考虑凑红，为的是能在黄泉开的第一天有足吧够的战力门槛打噩梦、冲炼狱。远水的噩梦实至名归，也是大部分玩家的噩梦。武士的大招可以直接秒杀大部分术士和贤者，所以贤者记得最后一个技能放位移。操作同样，存宝箱次数并找到自己能打的最高副本难度。黄泉阁普通门槛225万，困难门槛275万，噩梦门槛390万，炼狱门槛660万。黄泉开的第一天，依然会有30%的活人卡在远水，这很正常。两个区加起来大概会有20人左右能在第一天打进噩梦，能进炼狱的应该不超过2个人。自强黄泉的话，都是打伤害走右边，术士打伤害就走左边。不要让斗士走左边，蓝色青蛙的召唤术是一个让所有斗士都很头疼的点。也不要让术士走右边，章鱼花的伤害太高了，容易暴毙。绝大部分玩家会止步于黄泉的噩梦，这很正常，因为黄泉的炼狱本身是给大氪玩家设计的。与其说炼狱需要620万战力才能打，不如说需要氪金超过4万台币的玩家才能打。黄泉炼狱没有休息点，这就意味着没有贤者几乎无法拿 S。黄泉炼狱从 B 开始有几率爆雷神装，也是超级大佬冲赛季评分排行榜的一个很重要的点。通常在 S-Win 赛季结束的时候，两个区加起来的雷神总量不会超过5件，所以凑不齐很正常。几乎所有玩家在 S-Win 赛季结束的时候都能凑齐全套金，但是拿 SSS 的装备评分需要至少3金2红，所以对于所有玩家来说，能打噩梦就尽可能打噩梦。金碎片或许会大量溢出，但是红绝对不会。哪怕是最后一天，红装的价格在拍卖行都有2000耀星左右，但是金装只有450耀星左右。普通玩家最好不要考虑卖碎片，尤其是黄泉第一天战力不够225万的玩家，因为很有可能卖碎片以后凑不齐全套金。通常氪金超过2万台币的玩家，能够在赛季末凑到全套红，所以出了红装就赶紧把金装卖掉。或许你的伤害会大幅度减少，但是打噩梦更重要，也是直接决定你是否能拿到赛季称号的一个关键节点。不用刻意去凑红装的套装奖励，因为 S2 赛季用不了。泽之国是 S-Win 赛季的开始，也是第一次合区，这个时候是一个赚晨星的好机会，因为刚开始整体物价会上涨。通常我建议普通玩家在赛季开始的时候出售自己的食材，因为到后面食材会贬值。当然，具体情况还要看你自己的区，如果没法赚，就不要卖。氪金玩家可以考虑在拍卖行买400耀星以内的装备，分解换碎片卖给普通玩家。不过投资有风险，小心碎片泛滥卖不出去。金贝岛不会因为进了 S 而消失，反而会因为战力压制可以速通，所以打不过的普通玩家不要着急。金贝岛给的宝石不要买，等 S2 开始的时候会涨价30%。黑和白宝石是大佬用的，剩下的是普通玩家用的。除了黑和白只能镶嵌在2个装备上，剩下的可以镶嵌在3个装备上。S1 赛季每个装备可以镶嵌1颗宝石， S-Star 每件装备可以镶嵌2颗。凑战力的玩家优先考虑最便宜的，凑属性的玩家不要选择混搭。普通玩家宝石5阶，氪金玩家6阶，大佬7阶，顶氪随意。6阶至7阶有几率合成失败，每次失败都可以提升成功概率。同阶级的宝石共用1个成功率，也就意味着你可以尝试用便宜宝石凑保底，然后最后一次100%成功的时候换同阶的贵宝石。7阶宝石的后续进阶为欧皇专用，比如我这个9阶宝石的进阶概率只有4%。
更细的宝石选择教程可以在我的主页找到。前面2个几乎所有玩家都能拿到 SSS， 不详细解释了，主要是后面2个。第4个装备评分刚刚也说了，拿到 SSS 至少需要3金2红，但是想要冲赛季称号的玩家，5红是门槛。最终决定你是否能拿到称号，取决于你的养成评分。你想要进前10，你至少需要全套140级以上的装备，130级全幻兽等级，以及12里0级全遗物等级，这是门槛，没得选择。你可以回想一下你的建号时间，如果是傍晚建的号，那么你几乎和130无缘了，会止步于129级。你的遗物等级无法升级到130级，就意味着你几乎不可能拿到前3。为什么是几乎？因为你在不囤经验的情况下是稳130级的，但是我不推荐，而且对下一个赛季很不友好，因为129级依然可以拿到前10的称号，所以好好囤秘境材料。120级的装备要升到140，大概需要100万淬炼石。如果你想要在前面2个赛季评分做提升的话，就得找大佬，比如说8期大蛇找大佬完成击杀，再比如说找大佬稳1次排名第1的挑战赛。S2 龙国开始前，记得看排行榜有没有小分偷。你可以点开他们的装备看有多少人不是全套红，所有没全套红装的玩家都有可能偷走你的前10。龙之国是 S2 赛季开始的时候，也是第2次合区的时候，到时候会有4个区。龙之国会强制让你的等级变为100级，所以囤经验就成了一个很重要的点。策划做游戏的时候是以不囤经验为前提的，所以囤经验的期间不小心手尖也不会有大影响。闯1次最多能累积36小时的经验，所以在 S2 开始前的36小时选择不点船，但是可以点小推车。之后在 S2 赛季开始的那一刻，也就是早上8点，确保你已经重新回到100级了，再点击床，可以一次领取泽之国囤的36小时经验，换算成龙之国的经验量，就是领先没点床的玩家12小时。如果你有时间加速结晶，那么你就可以在最后一天多获得2小时的小推车，所以确保你的包包里面有至少1颗加速结晶。具体做法就是使用时间结晶会进入床的免费服务页面，点一下免费加速就可以加速2小时。技能和遗物需要囤就囤，自己选择。S2 当天的免费加速不要使用，等你达到101级的时候再用，会出龙国装备。后续攻略会做到龙之国里面。哦，对了，记得囤副本次数。泽国料理材料不多，且用出美善国的大部分玩家没有泽国料理制作书，所以料理主要还是在山国采集。国度开主线的大雕像可以增加固定经验产量，小雕像可以增加1%经验产量，能开第一时间都开了。如果有我遗漏的点、错误的点，请在评论区帮忙指出，或者还有更多疑问，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。视频制作不易，希望这期视频可以得到你们的认可，谢谢。